大家好，我是瘦猴，现在正在自驾哈萨克斯坦，准备单人单车自驾去往欧洲。有很多朋友觉得我出来单人自驾去往欧洲是件简单的事情，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下我遇到的事情和我为这趟行程我需要了解多少事情，让大家知道如果这趟行程我完成了是多么的不容易。一个人环球自驾需要做什么？首先是要确定路线，想去哪个国家需要规划路线。想去欧洲国家并不是办一个俄罗斯签证，办一个申根签，说走就走了。首先确定经过的那些国家是安全国，每个国家的签证政策，还有就是如果这个国家签证不好办，有没有可行的其他的国家绕行方案。确定每个国家的打卡点，这个牵扯到你要从哪个口岸去进入那个国家，因为你待的时间越久，你的打卡点这个还牵扯到一个你的签证的时间。另外了解每个国家的语言、货币，换电话卡，一个自驾交通的一个差异规则，这些都是一个人在路上需要去了解的事情。现在出来自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需要了解口岸有没有开放，都需要打电话给当地大使馆去咨询这个口岸有没有开放，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如果是关系并不好的两个邻国，他们之间的口岸有没有开放，这都要去打电话去咨询的，并不是一股脑先去看如果不开放再换下一个，这样的话可能你的签证时间就过期了。给大家说一下我了解到的，就是口罩问题之后，我了解到现在没有哪一个人自驾欧亚非这样环球一圈归来的，不说欧亚非，是欧亚这样环一圈顺利归来的，我了解到没有谁这样子做了。有的话都是口罩之前的一个经验，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家你都要去了解他们的对立关系，他们的口岸政策现在是怎么样，有没有开通，都需要去重新去了解这些口岸从哪个国家经过哪些国家，了解口岸能不能通行。拿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就是之前大部分自驾环球旅行者从中国出发去欧洲的，基本上都是从内蒙满洲里口岸出发入境，但现在这个口岸就是我了解的不允许开车自驾旅游从那里通行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可能你就要去从其他国家想办法去绕了，比如说从哈萨克斯坦然后再入境俄罗斯，这样子去绕了。但是从俄罗斯你又要入境哪个国家，可能那个口岸又有变化了，你可能还要再去考虑这些因素，去打电话去问，然后去想如果不通行，然后其他的方案能不能绕行，都需要去了解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之前的路线可能说你在这里都需要重新去编排去询问了，这可能都是要一个团队去完成的事情了，而现在我自己去完成它，所以我每天要了解的事情有很多，每天拍视频拍什么内容，这都是我最后要考虑的事情了。拍视频方面基本都是随手拍，记录我的旅行就好了，我也拍不出来那些高大上的那些环球旅行的节目，我一个人拍摄，一个人剪辑，一个人发布，有时候这边的网还真的非常挤人，我还要开车每天在计划今天到达哪里，在哪里去落脚，万一卡在哪个国家，我的车可能就回不去了。拿我现在规划的一个路线来说吧，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之前规划的一条路线，给大家看一下，从莫斯科进入拉脱维亚、立陶宛，进入波兰，这样欧洲申根国绕一圈，然后回来的时候走土耳其进入阿塞拜疆，然后阿塞拜疆这个海运，然后进入土库曼斯坦。但是后面了解到海运的话，我可能自己完成不了，我也不会英文，然后去托运车的话可能问题比较大，所以说这边有规划从格鲁吉亚再次回到俄罗斯，但是又了解到格鲁吉亚的签证，从这个官网上去了解到疫情期间各方暂不受理旅游签证的申办，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但是我又通过很多途径了解到有申根签，应该直接就可以进入格鲁吉亚。这边是我规划的每个国家的一个路线，本来是从阿塞拜疆，然后亚美尼亚是过的，在这里在里海的这个位置，要么经过2个国家走这个里海，要么经过1个国家再次进入俄罗斯。我还计划之前去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那条路线，但是风险系数比较大，而且有些地方自驾车不方便，所以这个路线又去掉了。了解申根国都是哪些，因为要经过这个国家太多了，你要了解每个国家哪个国家是不是申根国，走哪里，
这样子去了解，然后了解从哪个口岸进入另一个国家口岸处这样子。然后这是格鲁吉亚的一个签证信息，后面我就确定了这个信息，就是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然后进入土耳其，然后进入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了解的申根签可以直接进，然后现在土耳其的签证我也已经办好了。经过土耳其，就要了解土耳其的高风险地区，哪些旅游适合自驾的一些地方。这里土耳其的电子签我也已经办好了，就是确定走这条路线了。还有之前了解，如果往非洲绕一圈的话，这些国家的一些现在的安全指数都要去了解。本来是想这样子绕一圈可不可行，但是直接就卡在这2个国家，就是这边根本就绕不过去，很多签证政策是不允许的，现在没有时间去直接办理。在地图上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路线规划，从这里是俄罗斯莫斯科，从俄罗斯进入拉脱维亚，如果俄罗斯进入拉脱维亚不通的话，就可能要进入白俄罗斯，白俄罗斯进入拉脱维亚，或者白俄罗斯进入立陶宛，或者白俄罗斯进入波兰，这样子的方案去执行。然后波兰绕申根国，然后我想去意大利罗马，去意大利这里，然后走土耳其，走塞尔维亚这里回来。后面的行程可能也不会那么赶了，因为之前哈萨克斯坦它是面积太大了，如果从这个进入口岸，然后入境俄罗斯，它这个一个距离太远了，2000多公里，这有大几百公里。但是到后面这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规划了2、3个打卡点，他们之间的距离就会没有那么赶，就是行程就比较短了。一个国家地理不好的话，可能都不知道这些国家的位置在哪，但是现在我都要了解到这些国家里面的打卡点，就是著名的打卡点，1个2个在什么位置，然后怎么导航，从哪个口岸去进入，这样的一条路线去规划下来，并不是说拿着签证直接就走了，如果不能过我再返回，那样的话可能说会白跑一趟，然后导致你的签证时间不够用，这些都是要考虑到的。考虑的越精细，让我觉得这趟旅行越有可能能够完成。如果我能完成了，大家还会觉得语言不通是这趟行程中最大的阻碍吗？这会给很多人很好的一个前车之鉴，也会鼓励很多不会英语的人，他们一个想出国走一走的心。有那么一个河南小伙子，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26个英文字母的发音都不准确，他一个人单人单车走了10几个国家，他有几种语言的一个国家，他居然没有饿死在半路上，还安全给回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当然这只是我的规划，我想完成的事情还并没有完成。我迎着很多人的打击，迎着很多人的嘲笑，正在做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很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也让我感觉到有可能能够完成这件事情。这不单是在我们村，在我们整个镇上，或者说整个县城都很少，就是不敢有人去做的一个事情。我如果完成了，可能这就是我今后受益匪浅的一段经历。如果若干年后我再去重新走这条路线，或者是再去飞机飞到那个国家，这只能是让我去感慨我以前做过一件那么疯狂的事情。一个人没有团队，自驾一辆国产车，大部分都是睡在车里，第一次出国，也不会外语。农村家庭，我爸妈都不怎么识字。我想说，我代表的从来就不是高等学历、家境优越、会外语、有钱人带领、有丰富的出国经验的那一波人。优秀的旅行者有很多，大家可以去看雷探长，可以去看270和梁红，他们都很厉害。但请不要拿我和他们比，每个人的闪光点都不一样。平凡的自己，我做好我的事情，这就是圆满的。心之所向，速履以往，这就是我的观点。给大家看一个截图，这是视频下面的评论，一个年轻人居多的一个平台。我当时说要出国旅行，大家给的一个反馈都没有剪辑，直接长截图。这个视频就当做笑话看看就行了，还真信？什么全球旅行想多了，你咋还当真了？出国哪有那么简单？以他的条件，签证都办不下来。什么签证还好，主要是车子手续很烦，特别是欧洲那边国家太多。什么出啥国呀？语言一点也不会，也没资金支持。
这就是现在出国旅行，很多年轻人甚至年轻人都觉得是一个笑话一样。如果认真的看过瘦猴的视频，再多看几个环球旅行的主播，稍微研究一下环球旅行所需要准备的财力和精力，就知道它不可能。远的不说，所以有时候说就说了，别认真。他要是真能去是本事，去不了也不差他一个。我当时只回来一个，拭目以待吧。这些评论至今还在我之前说那个要出国旅行的一个视频下面。我觉得现在我更接近这个计划了，才1年的时间，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如果这一趟行程不能按照计划去完成的话，那也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经验。我后期筹备再来的话，会是一个更好的开始。还有就是这次出国所有的手续，包括申根签，包括车辆出境的 ATK 单政策，包括电子签，手续都是自己自主去申请的，没有找任何的旅行社。我就是以在最低的一个成本在完成这趟旅行计划。好了，我也收拾一下，准备出发了。千万莫欺少年穷，千万莫笑少年勇。希望我接下来的旅行路线一个规划多一点顺利吧。谢谢大家。